凯特，在我们那个时代，老师上课的时候都说果糖可以当作糖尿病患者的添加糖。毕业以后有一段时间，还常常听见一段广告词：枫林果糖是好糖。怎么现在果糖好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是因为果糖的甜度高，大约是蔗糖的 1.73 倍，甜度高，取一样甜度当然能够降低热量，再加上果糖较不会引起血糖波动，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果糖是好糖。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证据显示，果糖相较于葡萄糖更容易让人发胖，对人体更加危险，所以它就从一个优等生变成一个坏学生啦。不过就我所知，如果纯就化学而言，果糖和葡萄糖还真有点像，它们有一样的分子式，也都是6碳糖，唯一的差异就是构造式不同。葡萄糖第一个碳上连着一个醛基，所以叫醛糖，而果糖的第二个碳上有一个酮基，所以叫酮糖。然而就是因为这个关键差异，让果糖和葡萄糖有了各自不同的代谢途径和生理用途。对差一点就差很多。在了解果糖以前，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什么是单糖。单糖就是最简单的糖，它也就是不能再水解的糖，它们可以构成双糖，像蔗糖、乳糖，也可以构成多糖的淀粉类食物，像地瓜、马铃薯。而葡萄糖和果糖都是最简单的单糖。葡萄糖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它是血糖中最主要的单糖，可以透过调控胰岛素来左右人体的饱腹和饥饿中枢，也是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高强度运动及日常生活的能量来源。而果糖则不同，因为它不太能够储存在肝脏及肌肉当中，所以有一部分会在肠道当中转变成葡萄糖，供人体利用。但人体肠道代谢的能力有限，剩余的果糖就会在肝脏代谢成为三酸甘油酯，也就是脂肪储存起来。因此跟葡萄糖不同的是，葡萄糖是消耗不完的，才会由肝脏代谢为脂肪，但果糖只要是肠道代谢不完的，就会由肝脏代谢为脂肪。而根据萧杰健医师解读2017年一篇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团队针对小肠将膳食果糖转化为葡萄糖和有机酸的研究指出，少量的果糖几乎都在小肠代谢，极限是每公斤 0.5 克。那也就是说，如果是我的体重75公斤，我每天能吃的果糖就是 37.5 克咯。没错，像每100克的水果含有果糖比较多的葡萄含有 8.1 克，梨子含有 6.2 克，苹果含有 5.9 克。这些水果的分量，你吃到300-400公克都还不会超过肠道将果糖转变为葡萄糖的分量。所以补充一天的水果，这些代谢的份额是绰绰有余的，怕的就是你还吃大量的加工食品。要知道，现在大部分市售的加工食品都是添加了高果糖糖浆。高果糖糖浆是市售甜食的主要添加糖，不光是你所知道的手摇饮，像一般的汽水、蛋糕、饼干、面包、冰淇淋也都是加高果糖糖浆。所谓高果糖糖浆，多是以基因改造的玉米淀粉大规模生产而来，果糖含量有 42% 的多用在加工食品和烘焙食品，果糖含量 55% 的多用于软性饮料，而果糖含量 70% 的则多用于填充果冻。这些高果糖糖浆因为价格低廉，逐渐取代了比较昂贵的蔗糖，大量用于各种加工食品，成为最普遍的添加糖。因此果糖不是不可以吃，而是要吃那些有价值的果糖，像那些存在于水果中的天然果糖，因为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植化素、膳食纤维而变得有价值。更由于水果含有膳食纤维，吸收也比游离果糖慢，就算代谢为葡萄糖，也能减缓血糖升高的速度。而水果的果糖量也足够让肠道代谢，只要不过量，都不至于需要动用到肝脏去代谢为脂肪。反而是添加高果糖糖浆的加工食品，甜度都往往高于水果，就可见得它们的果糖含量有多么高啊！所以我的红豆面包也是添加了高果糖糖浆咯。那它和添加蔗糖有什么不同呢？蔗糖里面也是一半果糖一半葡萄糖啊，只不过它们结合为双糖而已。关键恰好是在这里，结合形式还是游离形式。蔗糖是与葡萄糖和果糖结合而成的双糖形式，存在于食物当中。高果糖糖浆里，果糖和葡萄糖是以游离形式的单糖形式存在，所以高果糖糖浆一进入身体里面，不像蔗糖还需要经过蔗糖酶的分解，
原本就游离的两种单糖即刻可以分别进入代谢循环中，因此游离葡萄糖更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游离果糖也更容易进入肝脏中代谢为脂肪。刚才讲过，葡萄糖是人体消耗不完才会被肝脏拿去代谢为脂肪，而果糖只要是小肠没办法代谢完，就会留给肝脏代谢为脂肪。不止这样，果糖还能生产更多的脂肪。肝脏是人体从头合成脂肪的主要部位，而果糖、葡萄糖则是制造脂肪的原料。但由于果糖的代谢过程比葡萄糖产生更多的乙烯辅酶 A， 乙烯辅酶 A 是糖类转变为脂肪酸的中间产物。越多的乙烯辅酶 A 就可以产生越多的脂肪酸，所以果糖比葡萄糖能够生产更多的脂肪酸。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果糖会产生更多的乙烯辅酶 A， 部分是因为它是我之前讲的酮糖，可以通过果糖异磷酸途径产生额外的乙烯辅酶 A。此外，身为酮糖的果糖还可以产生比全糖的葡萄糖更多的丙酮酸，而丙酮酸是乙烯辅酶 A 的前驱物。没错，除了为脂肪合成提供原料以外，果糖还可以透过激活参与脂肪合成的蛋白质来增强脂肪合成。果糖透过肝脏生成三酸甘油脂以后，三酸甘油脂还会被肝脏包装为极低密度脂蛋白，释放到血液当中，逐渐分解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的胆固醇和其他脂质。如果各处细胞都不需要，就会造成低密度脂蛋白和三酸甘油脂的浓度过高，也就是血脂太高。高血脂会损伤血管壁，造成动脉粥状硬化，因而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跟中风的风险。而如果三酸甘油脂囤积在肝脏中，没有释放到血液中，就会造成脂肪肝。2015年，美国一篇多个研究单位联手的研究团队，针对高果糖饮食对脂肪生成和肝脏脂肪的影响做出研究。他们将18天分为2个周期，让受试者食用2种饮食，分别是加 5% 果糖的复合糖类饮食模式和加 25% 果糖的高果糖饮食模式。实验结果，跟复合糖类饮食相比，在使用高果糖饮食后，每位参与者的餐后肝脏脂肪酸合成、糖类氧化和三酸甘油脂的浓度以及肝脏脂肪都比较高。也就是说，果糖真的会造成肝脏脂肪酸的合成提高，以及后续的三酸甘油脂浓度升高和脂肪肝的风险。哇，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可见果糖的造脂功力真的不小呢。对啊，所以这也就是你平常吃的东西跟我差不多，为什么只是多个红豆面包就让你的肚子多了一圈肥油的主要原因啊。还有，我们在讲食欲那部影片中有提到，血糖浓度升高与否会左右食欲荷尔蒙的浓度。由于果糖除非转变为葡萄糖，否则不太会影响血糖，所以它的升糖指数只有15。既然不太会牵动血糖，就不会太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进而刺激抑制食欲的瘦素分泌，所以无法产生饱腹感，因此很容易造成饮食过量。这也就是我们吃那些加工食品、喝那些手摇饮会一口接一口觉得很刷嘴的原因。而胰岛素是一种向大脑发出信号以增加饱腹感并减弱食物奖励价值的激素。例如，当血糖浓度升高，刺激胰岛素分泌时，就会抑制大脑中摄食引发愉悦感的多巴胺，以降低食物的奖励价值，让人体停止摄食以控制血糖和能量摄取。这是饱腹中枢运作的部分原理。所以跟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的葡萄糖比起来，摄取不太会刺激胰岛素的果糖，会导致大脑奖励区域因为不受到压抑，反应更为强烈哦。2015年，一篇由南加州大学研究团队针对大脑对果糖和葡萄糖有不同奖励反应的研究就指出，与葡萄糖相比，摄取果糖会导致更大的食欲和对食物的渴望，并且更愿意放弃长期金钱奖励，以立即获得高热量食物奖励。相对于葡萄糖，这些不同的大脑和行为反应可能会促进食欲的行为。这个结论还蛮夸张的耶，这种高果糖食物的诱惑既然会让人放弃长期的金钱奖励，就足以见得这立即性的奖励回馈让人们多么深陷其中而痴迷不已呀。难怪哦，那些加了高果糖糖浆的红豆面包会那么让我难戒掉，它们简直是控制了我的大脑嘛。